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丽。你翻翻印度宪法的序言，白纸黑字写着呢，他们是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这几个词往那一摆，是不是挺唬人的？但你要是真在那待过一段时间，或者盯着他们的经济政策、大财阀动线稍微看那么连眼，马上就会觉得不对劲。这社会主义怎么闻着味不太对呢？它不像苏联那种国家包办一切的老路子，也不像北欧那种高税收高福利，更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这词在印度就像穿了一件大半个世界从来没有洗过的旧外套，上面挂满了各色补丁，远看是个样子，近看全是密密麻麻的钱权交易和利益勾兑。这个词是1976年才塞进宪法的，当时的总理是英迪拉甘地，他干了一件在印度宪政史上特别有名的事，叫紧急状态。说白了就是暂时把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给摁住了，集中权力。就在这么个高压的节骨眼上，他搞了第42修正案，把社会主义和世俗这两个大词硬生生地缝进了宪法序言。你说他真信这个吗？其实这更多是他爹尼赫鲁留下的政治遗产。尼赫鲁那代人亲眼看着英国殖民者拍拍屁股走了，留下的摊子那叫一个烂，工业几乎没有，识字率低得可怕，社会被种姓和封建土地关系切得七零八碎。尼赫鲁心里想的是，既然我们不能走老殖民者的路，那总得抄个这样的作业吧。他瞧上了苏联当时如日中天的计划体系，觉得自己手里有选票，再配上苏联那种快速工业化的药方，说不定就能弯道超车。理想很丰满，于是有了5年计划，有了要把钢铁、电力这些制高点的行业抓在国家手里的口号。1948年开始，他们还搞了挺大动静的土地改革，说要废除财民达、中间人地主制。什么叫财民达？你大概可以理解成英国殖民者当年为了收税方便扶持的一帮二房东。这帮人不种地，靠收租子够活，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废掉他们听上去多解气，可事情一到落实就走样。这些年搞了国有化的所谓公营经济，谁在管？尼赫鲁自己身边围着很多就是大资产阶级、大律师、大商人，他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你手里有件钢厂的大项目，给谁不给谁，这就是门生意。于是印度搞了一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许可证制度。你想盖个工厂，想进点设备，甚至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得去新德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经济计划的控制手段？但它的内核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这个制度成了官僚寻租的天堂，大资本家们把这套许可证玩得溜溜转。他们先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把某类许可证的配额全给占住，表面上什么也没干，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个时候，任何有想法的小企业主，想做点实业的人，根本连门都摸不着。这就不是反垄断了，这是国家帮着大资本圈地。所以我老说，你看塔塔集团的发展史就什么都明白了。在所谓的国有化最热闹的那段时间，塔塔的资产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从 2.37 亿卢比一直狂飙到 58.46 亿，翻了几十倍。这是为什么？因为许可证把潜在竞争者给全挡在了门外，塔塔们可以悠哉悠哉的在没有竞争对手的国内市场跟政府搞合资、搞合并。所谓的社会主义外壳刚好成了保护寡头、闷死中小企的坚硬龟壳。土地改革那就更是换汤不换药了。政府确实花钱把财民达们手里的地给赎买回来了，可买回来的地呢，不是白送给真正的在地里流汗的细农的，政府转手就卖给了那些有牛、有农具、有点家底的富农，原来的贫雇农还是一无所有。不过是从给地主打工变成了给富农打短工。农民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纹丝未动，甚至原来那些大地主，别看名义上在城里安了家，可农村的根系深得很，随时能借着任何风吹草动回来控制土地。
就这么个别扭的体制，一路磕磕绊绊走到1991年，彻底撑不下去了。外汇储备跌到了谷底，国家都快破产了，这才开始被迫改革开放，削减许可证，卖点国企。可即便是改革了，很多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没变。比如说那个曼蒂斯提示，全称叫农产品市场委员会，说白了就是法律规定，农民种的菜、收的粮食不能自己随便拉去城里卖给消费者，必须拉到政府指定的市场，经过实证的中间商的手。这套思路你只是琢磨，跟当年苏联搞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差不多，只不过执行者从国家干部换成了有背景的私人供销商。这些中间商垄断了收购渠道，拼命压农民的价，到了城里转手就高价卖，农民几十年如一日，被困在这套打着保护农民名义的盘剥系统里。所以2014年莫迪上台推农业自由化，说要让农民可以自己把东西卖给任何人，这本来是个打破中间商垄断的事，但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几十万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就把德里给围了，抗议了1年多，最后莫迪认怂，改革撤回了。好多人看不懂，觉得农民傻，给你自由都不要，哪有那么简单？农民心里那笔账算得比谁都清楚。过去中间商虽然剥他们一层皮，但好歹有个最低保护价兜底，那是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当政府的信用还没建立起来，私人资本又声名狼藉的时候，你突然把那个熟悉的能骂得着的中间商拿走，农民不知道明天去哪儿卖货，他们本能的恐惧那种毫无保证的自由。这恰恰说明几十年的垄断和扭曲已经把农民的信任感和市场功能给彻底摧毁了。你这个时候去谈自由竞争，他们听上去就是生死未卜。如今走到2024年，你再看看印度经济的曲线，又添了一层新景观。莫迪重新当选，稳坐第3任期，他把前些年那些大修大建的自由化改革调子稍稍放低了，转现了另一种更隐秘的模式。眼下各邦都流行搞免费赠品竞赛，今天这个邦免电费，明天那个邦发现金。大选的时候连免费粮食、免费笔记本电脑都能开出来。这套被他们自己称为福利社会主义的做法，跟宪法里写的那个理想已经没半毛钱关系了。它更像是一笔生意经，政客靠着发福利稳住海量票仓，而谁在承接这些发福利的基建项目和采购订单呢？还是塔塔、阿达尼这些老面孔。政府左手给穷人发粮食、收买选票，右手把更大头的基建数字化，军购合同打包送给财阀，财阀再从利益里掏点钱资助选举。这一整套循环下来，社会主义彻底变成了一门稳赚不赔的垄断买卖。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数字领域的表现，印度的 UPI 统一支付接口，还有那个覆盖10多亿人的生物身份识别系统 Aadhaar， 你去看西方媒体的评价，全都在夸，说这是印度模式，用极低的成本实现了金融普惠。这点得承认，技术上是真厉害。一个路边买椰子的大爷，没有 POS 机，没有银行账户，但挂个2维码就能收款，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里普惠2字的极致体现。但你再往深了看，这套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是谁在搭？是政府搭了个台子，可是在上头唱戏，把数据和流量赚得盆满钵满的是谁？是信实集团的旧，是谷歌支付，沃尔玛旗上的丰沛。政府用国家力量把10几亿人的生物信息、支付习惯、消费数据都归集了，养出来的是几个超级私人大平台。这些寡头垄断了你的数据，比谁都清楚你爱买什么，能赚多少，然后反过来用这些数据给你放贷，给你推销。这是一种比当年塔塔搞钢铁更高级也更隐蔽的财阀控制。所谓的数字社会主义讲出来是数据封建主义。最近大家都在聊塔塔这盆伟创的 iPhone 产线那事，你看宣传上，这是印度制造的伟大胜利，是印度终于能制高端手机了。
可你只是想想这过程是不是有种关门打狗的意思？外资当年被各种廉价劳动力、潜在市场的故事忽悠进来，当厂子建好，供应链跑顺了，政策马上翻脸，各种刁难、查税，要求必须跟本土企业合资，逼得你没办法，把工厂折价卖给塔，这不就是市场换垄断的套路吗？核心技术并没有沉淀在印度的公共研发体系里，只是换了个印度老板，利润的大头通过品牌授权、技术专利费照样流向别处，但市场的控制权则牢牢攥在那几个跟政府称兄道弟的财阀手里。现在塔又喊着要搞半导体，又要跟力积电合作，我敢打赌他还是会走这条老路。这离尼赫鲁那个国家控制经济制高点的社会主义差了10万8千里，现在是国家为财阀充当看门人，替他们守着门，把外面的人赶走，让自家的狮子吃得满嘴流油。这套拧巴的制度最终长成了一个怪物。你说它是资本主义吧，自由竞争就是个笑话，中小微企业刚冒个头，不是被许可证卡死，就是被财阀的价格战碾碎，或者干脆被拖项款项拖死。你说它是社会主义吧，国家对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的投入长期低得可怜，底层民众想靠个人奋斗翻身，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它既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方向把大规模贫困给系统性铲除，因为土地、教育、机会分配这些源头性问题根本没人敢动，又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把市场活力释放出来，因为头顶永远悬着纸张巨大的、跟政治权力深度绑定的财阀之网。这就形成了一种我在原稿里说的垄断杀猪擒夺主义，嘴上挂着社会主义的话术来给财阀的垄断提供正当性，手上用资本主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来盘剥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农民和城市平民。